师尊，您这胡子上的渣儿挺别致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去极北之地挖矿了呢。少贫嘴！为了给你小子送钱，为师可是连着横跨数万里，把追云州都要飞冒烟了。药呢？快拿出来让为师看看。师尊莫急，他跑不了。好家伙，这真的是100年份的，这品相，师叔要是看到这玩意儿，怕是能直接从棺材板里蹦出来。师尊，老祖还没死呢，别咒他。比喻懂不懂？有了此药，老祖突破化神有望，咱们归元宗那口憋屈气，迟早能连本带利的还回去。那是必须的。既然师尊来了，那就顺便帮我带点土特产回去呗。这是什么？没什么，就是这阵子在黑市逛地摊，运气好淘到了几株看着还顺眼的灵草。这是地心火莲，大概400年份吧。这是寒冰雪灵芝，300年份的。400年，300年，你管这叫土特产？还逛地摊淘的？哪个地摊这些？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嘛。反正弟子留着也是为，留着也没用，不如上交宗门。难不成这小子寻到那老前辈了？好小子，这是给你的2万上品灵石，另外里面有为师和太上长老给你准备的备用金1万上品灵石，一共3万，拿着。师尊，这弟子现在用钱的地方不多，再说了，宗门也不富裕，那么多地方要用钱。你仔细看看，里面还有一些极品防御符箓，还有几件一次性的大威力法宝。太上师爷说了，遇到危险别省着，直接砸。还有那枚玉简，那是地阶下品身法凌云步，先练着。这门功法修至大成，1步100里，用来逃命。多谢师尊，那提子就不客气了。你大哥灵山整天除了修炼就是守着清风，清风那孩子有了你的养魂木，气色好了很多。你山谷里的灵田现在暂时由他接管了，说是帮你守着你的心血。他让我转告你，他在山谷等你，让你别为了他把命搭上。你在外面就安心做你的事，要是真遇到扛不住的事，随时传音给为师，为师就算拼了这把老骨头也会赶过来救你。行了，走了，太上尸骨还等着这药提升呢。哟，这不是老神仙吗？今天是遇到什么大仙了？哎，小道友，走，贫道请客，吃香的喝辣的去。您请客？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有得吃你就吃，哪来那么多怨气？老神仙，您这是捡到金山了，这么大方？嘿嘿，差不多吧。贫道刚接了个带队的活，咱城里的大家族出价500中品灵石，让贫道带他们去一趟妖兽山脉深处。妖兽山脉深处去干嘛？不要命了？嘿，那么多吃的还堵不上你的嘴，不会说话又装哑巴啊！好酒是这样，他们是要去找一味灵药，叫什么冰髓花。冰髓花没听过。听雇主给的情报说，这灵药冰髓花需要生在阴寒之地。我一想，按情报所说那种阴寒之地我去过呀，而那地方常年大雪封山，极其的阴寒，就是贫道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发现古墓的地方。老道我于是就上报了这个消息，没想到真的被选上了，发财了。天脉紫金藤也是生长在极心极寒之地，甚至那个古墓的主人疑似老乡，会不会专门把墓建在神药旁边？线索就在眼前，这哪是去送死，这是去送机缘啊！老神仙，您这队伍还缺人吗？缺人？你也想去？不行，小道友，那地方邪门的很，贫道上次出来都中邪了，差点把命搭上。只要您带我去，这酒管够。不过赵主脾气不太好，能不能加上你，得看你的造化。而且到了地方，你要是死了，贫道可不负责埋。放心，小子我命大着呢，成交。师尊，弟子在城中打听到一条消息，妖兽山脉深处似乎有一处亲极寒之地，可能孕育着高阶灵药。弟子打算去碰碰运气，若是遇到不可为之事，弟子一定第一时间开溜，绝不逞强。5年。哎呦，小道友，你可算来了，给您润润手，待会儿还得靠您罩着我呢。待会儿雇主来了，你可得机灵点，那些人可不是一般人，不太好说话。嚯，好大的排场！这种级别的非洲，起码得是个中行经宗门的长老才能用得起。见过诸位前辈，贫道玄真子就是这次的向导，路线都已经规划好了，随时可以出发。你就是那个联盟那边说你进过妖兽山脉深处还能活着回来的道士？嘿嘿，运气都是运气。他是谁？我们只要你一个向导，没让你带任何人。前辈息怒息怒，这位是贫道的记名弟子，叫凌天。别看他修为不高，但他这人机灵得很。机灵？妖兽山脉深处，机灵能当饭吃？不，前辈您听我说，这小子虽然修为不行，但他懂阵法，而且他这条狗鼻子特别灵，隔着10里就能闻到妖兽的屎味儿。阵法，狗鼻子，我们有专门的破阵师，队伍不需要这种累赘，让他滚。
既然是玄真子道长推荐的人，想必有过人之处，多一个人多一份力，让他上来吧。是，公子。算你运气好，既然公子开口了，那就滚上去吧。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进了山，要是敢拖后腿……明白，明白，多谢前辈，多谢公子，小的绝对听话。哼，出发。小道友，记住了，进了妖兽大脉有3不看：一不看高阶妖兽的眼睛，那是挑衅；二不看发光的灵草，那是陷阱；三不看美女洗澡。哎，去，正经点！3不看那些长得太好看的妖兽幼崽，你要是敢动心思，他爹妈能追杀你到天涯海角。老神仙，咱们现在到哪儿了？快了，前面那座像驼峰一样的山头，就是外围和中层的分界线。过了这儿，咱们就算真正进山了。敌袭，所有人戒备！旱地金刚3阶巅峰，相当于金丹巅峰。孽畜，尔敢！哎呦！这就差点坠进了。害怕吗，小道友？这就是妖兽山脉，在这里，人类不是主宰，他们才是。现在遇到的只是这外围与中层交界处的一个看门狗罢了。3阶巅峰，但你别忘了，咱们才刚进山，到了中层。这种级别的妖兽虽然不说遍地走，但也绝对不少见。再往里，那是4阶甚至5阶大妖的地盘，在那里，这种3阶巅峰的，估计也就是个给人端茶送水的弟弟。老神仙，咱们飞这么低，真的没事吧？要是飞高了，遇到那种喜欢把飞行物当点心吃的裂空鹰，咱们连全尸都留不下。啊！脑子像被什么东西扎了进去，不好，时阴不符！快封闭庭觉，守住心神！这帮畜生是成群结队的，找死！太多了，快回来！这数量简直就是一场移动的天灾。只要数量足够庞大，他们组成的音波大战，威力足以媲美元婴中期修士。阵法要破了，快注入灵力！抓紧啦！凌云步，起！你小子身法不错啊，反应真快。毕竟是金丹大脑，肉身强横，都没受伤。只是那位神秘的少主自始至终没有见到人影。各位小心点。这是……该死，怎么会长出这种东西？结3才阵，阿水、阿火，你们2个骚扰他的侧翼。老四，你主防御，你跟我主攻。是。巨剑术，震山。这一剑不求杀敌，只求限制。好强的肉身！地佛诀，看我烈焰刀！不好！土龙臂！秘技，幽影穿心刺！别分心，结铸魔阵，都不要留手了，跟他拼了！这特效比前世的5毛钱大片强多了。啥5毛特效？小道友，咱们要不先溜？别急，还没打完呢。并不是我不想跑，而是我知道那公子到现在没现身，肯定有底牌。跑了，他这是被打跑了。不对，他不是跑了，他是去摇兽了，或者说他是在给别的什么东西让路。重力在瞬间增加了数倍，身体变得沉重无比，连调动金丹灵力都变得生涩凝滞。该死，怎么会是这东西？撑住，他的弱点在眼睛。阿水，限制他的行动。老四，用你的破甲锥。水气凝结，冰裂。破甲锥，什么？连中品破风法宝都破不开他的护体腰钢。不好，快散开！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
孽畜，休得猖狂！公子，退下吧。4阶中期，正好看看你能逼出本公子几成功力。紫极天火，去！有意思，万木囚龙。哼，果然皮厚。放！公子小心！哼，就是，只会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既然来了，就留下吧。定。9天雷速。死吧，寒霜剑不现。去！这就是元婴修士的手段。老神仙，咱们这次好像真的抱上大腿了。是啊，但这腿太粗，容易把咱们踢死啊！还愣着干什么？把妖丹挖出来，皮毛材料收拾一下。4阶妖兽，浑身是宝，别浪费了。是，公子。婉儿，吓到你了没有？我没事。傻瓜，有我在，谁能伤你？这是刚炼制的极品养元丹，快吃了压压惊。都病成这样了，还要进山，这得是多重要的药啊！看来这不仅是个元婴大能，还是个痴情种啊！管他是什么，只要能带自找到那极寒之地，找到师兄的药，那就是好人。这是绝灵冰封，这玩意儿邪门的很，专破灵力护罩，一旦被吹进体内，就算是金丹期经脉也能给你冻成冰渣子。千万别御空，越往上风越烈。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活着，别掉队，别惹事儿。婉儿，怎么样？表哥，我是火灵根，风太厉，这点风算什么？倒是你，寒气入体太多会更麻烦，冰髓花还没找到呢。真是个痴情种。这罡风对于筑基的我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公子，小姐，小心！护住公子和小姐，挡住他们，绝不能让他们靠近公子和小姐。找死！青元剑！公子，快走！表哥，我来吧。傻，你寒毒未曾压制。畜生，给我滚！走吧。老神仙，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吗？听天由命吧，只要到了地方，咱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那婉儿小姐不简单的，早知是这样，真不应该接这个活儿。到了，就是这儿。那个雪窝子下面就是古墓的入口，上次贫道就是误打误撞掉下去的。婉儿，咱们到了，药就在下面。玄真子道长，既然到了，那就劳烦道长去探探路吧。毕竟这下面机关重重，只有道长熟悉。公子，这下面真的很邪门，要不咱们还是先扔个傀儡下去试试。傀儡没有活人的感知敏锐。道长既然能活着出来第1次，自然也能活着进去第2次。去吧，别让本公子久等。好，贫道去，贫道这就去。凌天是吗？你的师尊好像出事了，你去看看他。果然，这人根本就没有打算放过任何一个下去还有生路。去，这就去！老神仙万一有个好歹，谁给公子带路？我去看看。旺财，咱们走。这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深。大概也就100米左右。哎呦！老神仙，你不是飞的吗？怎么摔了？哎呦，失策了，我的屁股！就是这里，去看看怎么进去。公子，这门上有禁制，而且是那种一旦强行破坏就会引发自毁的断龙石机关。若是没有特定的信物或者正确的开启手法，恐怕得到了线索，但确实没有信物。道长，你既然进去过，想必知道怎么进去吧？公子，当时贫道是在躲避妖兽，不小心踩塌了一个被雪盖住的窟窿，后来贫道才知道那是前人留下的盗洞，贫道是从那儿摔进去的。土著修士看这东西，只会觉得是某种神秘的星象图或者阵法节点，但在我眼里，带9度1，左3右7，24为肩，6 8为足，这不就是蓝星上的9宫格洛书吗？实锤了！这墓主人绝对是老乡，而且是个喜欢玩这种只有自己人能懂的小把戏的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那个，我好像有办法知道怎么进去了。公子，老神仙，你们看那个方块，是不是有点奇怪？那不过是普通的装饰纹路，有什么奇怪的？我看这东西好像是个机关。机关？
而且那上面的点点好像是可以按下去的。带入所有已知的阵法或符阵，都看不懂。你试试，横竖斜相加都要等于15，中间是5，这个是……这小子在乱什么？若是触动了自毁结场，没开！你弄什么九宫格？坑人不是？开了，小道友，你真神了啊！开了，骂错人了，抱歉啊，有怪莫怪啊，老乡，运气。现在不是深究的时候，门开了就是好事。做得不错，看来带上你确实是个正确的决定。道长，既然门开了，那就请吧。我先走，公子，这可是古墓啊，万一里面有……不要耽误我们的时辰。好，贫道走。你去盯着他。是，你也跟上。事后本公子会重重有赏。门关了，完了，咱们被关在这个死人墓里了，出不去了。继续走。我说老道士，您这速度，咱们明年能走到头吗？你懂个屁！这可是古墓，那是死人待的地方，走快了那是赶着投胎。完了，贫道好像踩中机关了，趴下！该死！这要是射在身上，就算有灵力护体也得变刺猬啊！继续走，别停。啊！这是一个穿着现代服饰的人在做化学实验啊！你在干什么？收！走。该死！原来如此，这机关谁释放灵力强，他搞谁。等住！是公子。御剑术试炼。该死！玄冰阵起，起！玄冰凝。哎呦我的亲娘嘞！别追贫道啊！贫道的肉酸好几天没洗澡了，全是馊味儿。拼了，道祖显灵啊！拿凡人的粮食去炸金丹期的尸魔，看招去！咦，管用！既然怕这个，那就好办了。道爷，我还有绝招，妖孽吃道爷一符，定！哈哈，动不了了吧？道爷，我这一手镇魔符，那可是……来不及了 ！A 键唱儿歌，小兔子乖乖控制 ；B 键按下爪子召唤大哥镇场子。卷臂！救命啊！祖师爷，您真来了！老乡，你这特效做的牛逼！到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药。体内那股太阴体质，在感应到这朵花的气息后，似是遇到了天敌，又似是遇到了渴望已久的猎物。去吧，婉儿，这朵花就是为你而开的。表哥，先别说话，快去吸收药力。你现在的身体多一刻都拖不起了。静心凝神，运转玄阴诀。每一丝药力的摄入，都等同于将他的骨头一寸寸捏碎，再重新拼凑。坚持住，婉儿。表哥，表哥，傻瓜，既然好了，那就不要再动了。小姐，你敢！秘技冰封七剑！滚！跑！这老神仙跑得比狗还快。旺财，动口！哼，想跑？想空间封闭？做梦！
哎呦，我的屁股！如果说之前那些什么招财猫、脸息提醒还只是恶趣味的话，那眼前这一幕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乡愁啊！老乡，我想家了。看来这位老乡不仅是个穿越者，还是个极其怀旧，甚至有点强迫症的顶级手工帝。海贼王，这老乡感觉还很贱兮兮的。宫廷玉液酒，宫廷玉液酒，真的行，发了！这可是地阶极品功法啊！旺财，快帮我找，只要是带字的都别放过。这老乡真是个人才，爽，太爽了！啊，这题我是真不会啊！唉，这是修仙世界，他既然留下了这个道题，肯定有其他的解法。这老乡太贱了，真的太贱了，但也真的太亲切了。你是哟，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被那道高数题难住了呢。看清楚，灵气凝聚的流影，本大佬万年前就死了。我叫上官高速，就是那个写出著名诗句“举头望明月”的李白隔壁村的。我来自蓝星龙国，是个985双学习博士生。数学系博士生，怪不得要出高数题。我运气不错，捡到了一部功法《星辰剑诀》，勉强踏上了修仙之路。这一修就修了几千年，别问我什么境界，问就是无敌。好吧，吹牛逼的，合体境巅峰，距离大藤也就差那么一脚油门吧。这墓我用了超多隔绝神石的材料，除非大成来了，没人能探查进来。如果你想在这儿安心修炼，随便搞。日记本里记载了我对星辰剑诀的修炼心得，还有我自创的阵法丹方。最牛的是，我结合量子力学和阵法搞出来的空间阵法。入了本大佬这阵法内，不管你用多牛的传送符或阵，都只能传送到本大佬指定的点，绝不可能逃出，除非大成来了。哦，对了，我知道你个小趴菜是冲着宝贝来的。小趴菜，别装了，能找到我这儿的哪个不是贪得无厌的寻宝耗子？不过放心，这里是宽进严出的，但对于你来说无效，因为现在你可以随意控制这里的阵法。你肯定想知道我为啥把这么豪华的海景房建在这鸟不拉屎的万寿山脉深处吧？好吧，看在你那么诚恳的求我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的告诉你吧。原因一，这里的地脉灵气能保证我这套智能阵法万年在线。原因二，这里有极大概率孕育出传说中的9品大宝贝天脉紫金藤。本大佬为了等这玩意儿出土，建墓那阵子天天蹲在这儿，蹲了上千年，连根毛都没捞着。现在便宜你小子了，说不定你运气好呢。地图我留在中枢里了，那地方在最深处，你自己去找吧，找到还有惊喜哦。天脉紫金藤，师兄的药有希望了。不过老乡，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我在这个世界孤零零的待了几千年，唯一的牵挂就是我在这个世界的家族上官家。上官家，婉儿姑娘不就复姓上官吗？难道真那么巧？如果他们还没忘了根，如果他们不是什么作恶多端的，就麻烦你照应他们一二，拜托了，老乡。好了，灵力不足，本大佬要走了。小趴菜，别给我丢人啊！上官前辈，你放心，只要他们不是坏人，就绝不会让他们受人欺负，我保证。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还真是让人沉醉啊！通过这颗中枢阵眼，我的神识仿佛被放大了无数倍，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哎呦，我的亲娘嘞！别追了，贫道没得罪过你呀！哎呦，我的亲娘嘞！你怎么跑这么快？哎，你老是追我干嘛呀？没完没了了不是？少废话！你们看到了不应该看的事情，绝不能放过。完了，前面没路了。这是，我记得这条甬道明明是死路啊！前有狼，后有虎，这是天要亡我！行了，没事了。小道队友，
你在哪儿？这是什么神通？千里传音吗？老神仙，这救命之恩您打算怎么报啊？赶紧的，别愣着了。这些大家伙现在归我管，你跟着他们走，我送你去个安全的地方。欧阳锋那老小子还在炼丹呢，我得给他加点料。再有1刻钟，只要再有1刻钟，第一枚血眼珠就成了。49天，本公子等得起。既然你这么喜欢炼丹，那我就送你一份阴煞大礼包。再有半个炷香，这第一枚血眼珠就成了。地脉暴动，这股阴煞之气太强了！该死，给我镇压！光有阴煞怎么行？还得来点乐子。幻阵，是谁在操控？落，不好！谁在算计本公子？这就受不了了。别急，这只是个见面礼。接下来，咱们玩点更刺激的。你也有今天！闭嘴！现在的古墓阵法困住金丹期绰绰有余，但想要真正困住一个发了疯的元婴中期，确实有些吃力。硬挡是不可能挡住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因势利导，把他引到更深、更复杂的坑里去。小贝，想要那逆天改命的机缘，有本事来这儿拿。若是晚了，这东西老夫可就不送了。机缘，装神弄鬼。如果不把这个藏头露尾的老鼠揪出来，我道心难安。在那边是吧？好，本座就成全你。不管你是谁，今天都得死。上钩了，只要你就输了。我要多上一道保险，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有可能是朋友。就是现在。这是那个向导的同伙。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帅的救命坑人。得罪线了，一旦拔了针，这女人万一马上恢复行动能力，暂时不放你自由，你就是最好的保险与筹码，还能让欧阳锋更着急。一举三得，断！手感不错，就是有点凉。别瞪了，我也是为了保命。这袋子透气，里面应该有旺财吃剩的半块肉骨头，你先凑合一下。搞定！还是觉得不够解气。不客气。不备，胆敢欺我！欧阳锋破阵了！刘哥，你不管你是谁，上穷碧落下黄泉，本公子也要让你神魂俱灭！条件简陋，你将就一下。看什么看？我对你没有恶意，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要不是我那一棒子，你迟早被那个男的抽干了血，变成人干了。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你的债主，你的命是我救的，这笔账咱们得算算。当然，我不接受以身相许，折成就行。这人掉进钱眼里了吗？解开我的禁制，只要我恢复一下，欧阳锋那个绝不是我的对手，我要亲手了结他。解开？大姐，你可是元婴巅峰，我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散修，解开你，万一你恩将仇报，那我怎么办？我以上官家的名誉起誓。名誉值钱吗？那孙子一路上对你呵护备至，结果呢？现在这世道，誓言还不如我手里的烧火棍靠谱。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很简单，你就在这儿乖乖待着，我去把那个制造问题的人解决掉。如果我解决不掉，我再想办法解开你，让你亲手解决，这够壮义了吧？等解决了他，咱们再慢慢谈你赎金的事儿。你去解决欧阳锋，就凭你，他可是元婴中期，而且手里有9龙离火罩。元婴中期又怎样？在这里是龙得给我盘着，是虎得给我握着，因为我是这里的房东。房东？不懂了吧？不懂就对了。等等，你真的不解开我？万一他找过来？放心，他找不到这儿。
而且为了防止你太吵影响我发挥，你就先在这里待会儿吧，让我看看那个倒霉蛋现在怎么样了。躲！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本公子就算把这地方拆了，也要把你挖出来！不能再这么打了。那个躲在暗处的小贼掌控了阵法，占据了地利，自己就像是被困在笼子里的困兽，越挣扎越虚弱。先撤，滚开！哟，不是决一死战的吗？这就要跑了？果然是元婴老怪物，脑子转得挺快啊。可惜那是死路。老神仙，听得见吗？那个公子，我没拦住，他正往你那个方向跑呢，估计还有半炷香的时间就到。啥？你没拦住？他要是过来了，贫道岂不是死定了？我刚才用另外的20几具铜甲石去攻他，但没想到元婴那么厉害。不过他也灵力枯尽，法宝也丢了几件，但他毕竟是元婴中期，我要调走这几10具铜甲石去堵他，再加上后面追着的那几个，这就是个前后夹击，应该能拖住他。至于你，你先离开吧，别说我不讲义气。跑，这是最理智的选择。可是外面那么多大妖，自己还能像上次那样幸运的回去吗？这小子不简单，跟他一起生存机会是不是大点儿？只要冲过前面那个拐角，就是通往地面的主甬道了。什么？还有，这是之前那批，不对，九龙离火，焚天逐海。打吧，打吧，等你打得没力气了，贫道再给你来个惊喜。这就对了嘛，等你们两败俱伤，才是咱俩出场收割的时候。这是他多年前在一个遗迹里捡到的唯一一张保存完好的4阶攻击符箓。老东西，是你！正是贫道，公子这滋味如何？贫道这可是给你加了料的。寒霜剑斩！完了，这次真玩脱了！再来一剑。那雷霆不是凡雷，而是带着一丝天劫气息的紫霄神雷，哪怕只有一丝，也足以让元婴神魂颤栗。爆！哇！看看那老家伙怎么样了。等着吧，等本公子回到家族，定要将这里夷为平地，将那个鼠辈抽魂炼魄。想跑？老乡啊老乡，你这灵魂囚笼终于派上用场了。欧阳公子，欢迎来到真正的地狱。来了，老弟。不要啊！舒服吗？你到底是谁？放我出去！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是我的充电宝。充电宝？结束了。那个心机深沉、手段狠辣的元婴大能，终于彻底栽了，而且栽得彻彻底底，连轮回的机会都没了。真累啊！还好咱们运气好，麻烦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收获的时候了。老道士还在那儿躺着呢，得去看看。还有那个上官婉儿。老神仙，还好，命硬。小道友，那欧阳公子呢？没了。通往极寒之眼的入口就在这寒之下，但这里有重力禁制和机关锁，硬闯是不行的，必须对暗号。花开又花谢花满天，是你忽隐又忽现。要不是老子以前天天刷短视频，怎能解开你这破谜题？走。哟，来了，老弟！第一个箱子，地阶极品令箭，还有星痕迅诀，我当年练的，帅的一批。第二个，这里的大阵阵图，只要你有足够的宝物和灵石，合体来了也得跪3天。第三个，地阶极品丹炉九阳炉，炼丹神器。就这，都是地阶。我说老乡，您好歹也是合体期大能啊，渡劫的存在，您就留这点破烂，连个天阶法宝都没有。破烂！你一个筑基期的小垃圾，懂个屁！你知道天阶法宝是什么概念吗？那是通天灵宝。
再说了，老子当年渡劫的时候，为了抗雷劫，把手里唯一的一件天劫法宝都炸没了。谁曾想被小天劫伤得过重，没几年就自己躺进来了。不说了，宝物拿了，那玩意儿呢？什么玩意儿？别装了，就是那个概率。切，算你走运，我等了近1000年没长出来，你一来就长了。天脉紫金藤就是它。别高兴太早，这玩意儿看着还是幼苗期，要想入药，至少得300年左右，而且这东西娇贵得很。300年，要不要赌？如果不移到空间里，这药300年后自己给谁用？算了，你就在这儿闭关守着吧，或者以后再来，我加固一下这把镖，会再用个1000年不成问题。那中枢灵晶你带在身上就好了，只要在这里，我加固好之后，没人动得了你，除非合体以上的来了。我也该歇歇了。老乡，如果有能力的情况下，上官家的事拜托了。还有，活精彩点，别像我，修了辈子仙，最后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兄弟，谢谢。不能移植，天大的麻烦。这里灵气浓郁，又绝对安全，正是闭关的好地方。那就先住下吧，再慢慢想办法。顺便把那2个人处理一下。老神仙，恢复的不错啊！托小道友的福，这条老命算是捡回来了。这份恩情，贫道记下了。恩情不恩情的，以后再说。那边那位，我也给你安排好了。你是说，上官家的大小姐？没错，她现在虽然还被封着，但意识是清醒的。我先撤，你带着她1天后再撤。老神仙，您是个明白人，您这次接了向导的活，结果雇主全灭，就剩您一个。若是您一个人回去，上官家那帮老怪物会怎么想？他们会信你是无辜的吗？欧阳家呢？是啊，如果上官婉儿也没有回去，那他这个唯一的幸存者绝对会被上官家抽魂炼魄，一查到底的。不仅要带回去，还要完好无损的带回去。这样一来，您不仅无过，反而有功，救了上官家的嫡女，揭露了欧阳家的阴谋。对上官家来说，这可是天大的功劳啊！以后在这天心城，谁还敢动您？这账算得太明白了。那小道友你呢？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这里的功劳你是大头啊！我还有点私事要处理，所以咱们就在这儿分道扬镳。有缘再见吧。这是出去的路线图，记住，一定要严格按照图上画的路线走，千万别乱跑。这里的主人跟我有些渊源，这里的杀阵我已经全部开启了。全部开启？这小子到底掌控了这里的多少秘密啊？那个混蛋呢？没了，被铜甲师围攻致没的。你不是能控制铜甲师吗？为什么他会被打没的？大小姐，您指的是谁？还能是谁？你的搭档那混账小子！等等，你说没了，是指欧阳锋？那小子杀了欧阳锋？不，那小子也就是练气，是铜甲师杀了欧阳公子，我当时在场，亲眼所见。那小子为什么走？走多久了？走了1天了。这个胆小鬼，明明救了我，却连个名字都不留。还害怕我这个伤员报复，小家伙，你还真是活得够小心啊！算你跑得快，这次的人情本姑娘记下了，但愿你不要葬身在这妖兽山脉之中。走吧，道长，咱们该回去了。跑，你跑得了吗？身法要灵动，不要只会傻跑。左边，右边，跳！再来！要是连我都躲不过去，以后遇到4阶猛兽，你就是个点心。1个月的训练，那死狗虽然天天挨揍，但那一身的皮肉却越来越结实，甚至连那身原本只是浅棕色的毛发，都开始隐隐流动着一丝劫雷的根教了。那是紫极天雷的气息。啊！这可是9品神药啊！老乡等了几千年都没等到他赢，结果被自己看着给弄断了。好在这神药生命力顽强，在灵液的滋养下，伤口竟然慢慢愈合了。要不试试？能不能活，就看你的造化了。修仙，最后拼的还是底蕴和境界。根骨太差，吸收灵气慢，瓶颈多，这就是硬伤。力量也要，不然青灵竹棒再厉害也发挥不了。这就是根骨提升的好处吗？爽！
真的活了！空间出品必属精品，这株神药的品质甚至超过了外面那株母土，只差临门一脚就能真正结丹。五行平衡之地，看来这里是没必要待了。还有天脉丹的丹方以及其他的辅药，结丹之地，这些都得出去找。该出关了。老乡啊，老乡，你这阵法造物我是服的，但这油耗也太高了吧！1万上品灵石，这哪里是传送阵，这分明是碎钞机啊！你不会盯上了我的身家了？走，必须走！这是起来，都起来，还要扇屁股了！都给老子精神点儿！今天是发身份牌的日子，领了牌子，你们就是咱们上官家的一个光荣的下人了。排队，都排好队。陈牧阳炼气9层，灵直夫丙字号药源；吴念初炼气6层，杂役丁字号猪圈。我是个黑户啊，这名册上肯定没我名字，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下一个。这批人不是说安排8个吗？怎么多了1个？9个，确实8个没错，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那边说的是8个啊，钱了算了，反正都是去偏远药园当苦力的，多1个不多。你呀你，行吧行吧，只能放去偏远的药园，多几个没人查，先把牌子发了。什么名字？凌风。拿着去乙字号药园报道。啊，这就过关了？多谢管事大人，多谢先生。既然大家都领了牌子，那以后就是咱们上官家的人了。咱们上官家那是天星城数1数2的大家族。上官家，看来是那个上官婉儿的家族了。这老乡的传送阵，对面居然是传送到上官家的后院。哎呀，终于来人了，到了。现在药院内所有的灵药，你自己要核对好，少了到时可是要扣灵石的。好的，我记住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小伙子，怎么称呼？回老伯的话，小子凌风。凌风，好名字，听着就很硬气。老头子，我叫张大海，在这乙字号药园守了整整50年了。如今身子骨不行了，家族终于肯放我回去养老喽。这地儿虽然偏，但也胜在清静。只要你按时把每个月的份额交上去，剩下的时间，想干啥干啥，没人管你。偏僻，没人管，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狗道圣地啊！多谢张叔提点，小子记下了。出来吧，别坏了吧。停，这可是人家的地盘，别乱尿，万一烧死了这树，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小玲啊，这乙字后药园虽然偏，但种的药材可不少，而且不少是比较娇贵的品种，你可得记仔细了。这是2阶下品灵药紫星草，一共365株。这玩意儿最是喜阴怕阳，每天卯时必须浇1次灵泉水。这是2阶上品灵药烈火朱果，共计49株。这东西难伺候得很，它需要地火之气滋养，但这山谷里阴气重，所以长势一直不好。每个月都要去内务亭领几块火灵石埋在树根底下，不然结不出果子来。再往深处走，灵气稍微浓郁了一些，这里种着几株稀有的3阶灵药。看这儿，这可是咱们药园的宝贝疙瘩，3阶下品，碧水青莲，一共3朵。这东西10年一开花，10年一结果，现在正是含苞待放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每天都要检查水质，不能有一丝杂质。还有那边的3阶中品玄铁藤，用来炼起的辅材，硬得很，平时不用管，就是别让妖兽给啃了根就行。记住了吗？这几株3阶灵药可是上面重点盯着的，少一片叶子都要扣灵石的。记住了。行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小玲啊，好好干。虽然是个灵职夫，未必没有出头之梯。也许这就是散竹晋升无望的悲哀吧。忙碌一生，最后也只是为了活着，连个筑基的希望都看不到。我的修为已经到了筑基大圆满，也就是假丹之境。如果不结丹，修为就无法寸进。可是，到底要去哪儿才能找到能提供5行本源平衡的地方？除非去中州。中州地大物博，灵脉纵横，甚至有专门供修士渡劫的升仙台或者绝灵谷。虽然长势喜人，但距离真正成熟还得2、3年。还有丹方，9品丹方，青云州肯定没有。
老乡说可能圣地有，但就我圣地，看来中州这一趟是非去不可了。不过怎么去是个问题，跨州非洲费用昂贵，而且需要身份证明，我这个黑户难搞啊。算了，先苟着，车到山前必有路。正是当年的玄真子，如今上官家少主候选人之一，上官婉儿的克兄。小道友啊，小道友，你不是说你先溜了吗？这都2年多了，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贫道我都混成客卿了，天天吃香的喝好酒，你小子该不会是在路上被妖兽给当点心了吧？虽然只相处了短短的时间，但我是打心眼里的佩服和感激。没你跟贫道斗嘴，这好日子过得也没滋没味儿啊。道长又在想那个小子了。嘿嘿，婉儿小姐说笑了，贫道就是有点想念那小子的灵酒，那滋味比这上官府里的灵酒要好上不知多少。我想知道他到底是谁，能在那种绝境下翻盘，把欧阳锋那个疯子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样的人绝不会死于妖兽山脉的。这2年我动用了家族所有的力量去查，甚至在那里的出口守了近1年，都没找到他的一丝踪迹，他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也许他是去中州了吧？道长，说起中州，正好有件事要跟你商量。圣地选拔还有半年就要开始了，这次我要去争夺那个进入太上道宫的名额，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我们这一脉的未来。道长，你是否打算同去？去，当然去，中州那是好地方啊。那就这么定了，不管他在哪儿，只要他还在这个修仙界，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的。到时候那笔赎金，本姑娘一定好好给他还回去。宗主，晋升，这是正是关键时刻，注意护法。他不再是那个行将焦木的老人，而是一个返老还童、掌握了一丝枯荣法则的化神大能。恭迎老祖出关，贺喜老祖成就化神大道。都起来吧，这2年辛苦你们了。为了宗门万死不辞，如今师叔突破，我归元宗终于有了真正的底气。本座得以突破，全仗着那娃娃。凌天那孩子有消息吗？回老祖，1个多月前，凌天曾发来传音符报平安。他说当时还在妖兽山脉深处的一处密地闭关，一切安好。按照之前的习惯，应该再过1个月就会有新的消息传回。还在妖兽山脉深处，都几年了。这孩子身上有大机缘，也有大因果呀。若不是他送回来的那株9转还魂草，老夫这把骨头恐怕用不了多久就埋进土里，还是老夫的恩人。传令下去，凌天的身份列为宗门最高机密。是。谁在念叨我？大哥还是苏师兄？想什么呢？就知道吃。你现在吃的是烈风兽的腿骨，小心能量撑爆你，还一天到晚想着吃。外人不知道，还以为我虐待你呢。有可能是大哥或者天娘他们吧，又几年没回去了，不知道大姐生孩子没？真的有点想回去看看呢。来到这个世界这么多年，虽然一直在为活着而奔波，但那个位于安平城的小家，始终是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我现在还不行，没结丹没实力，回去也带不走爹娘他们。再说了，要是把麻烦带回去，那就不是探亲是灭门了。开饭。这种日子给个神仙都不换啊！你说咱们要是在这儿苟个几百年，能不能直接化神？算了，对狗弹琴。旺财，你说咱们这算是彻底洗白了吧？凌风，上官家耳字号药元灵之夫，修为炼气9层，这身份真不错，安全稳健，还有工资领。你个死狗，就想着吃。哎，你说苏师兄那边到底能撑多久？天脉紫金藤现在涨势倒是不错，再等个3、2年时间，空间就200、300年，入药肯定没问题。可问题是，丹方在哪儿呢？那可是9品丹药啊！老乡日记里说这玩意儿稀罕的连圣地都不一定有完整的方子。就算我把药全凑齐了，谁能炼9品丹？那对应的就是9品丹师。我现在连个3品丹药都要靠九阳炉加成才能保证成色。9品，那是人炼出来的吗？要是苏师公最后等不到这颗丹药，我这心里……山哥，尝尝这块，最有嚼劲。老包，你也吃，别光顾着我。他现在的修为已经稳渡在金身境中期，但为了不惊扰这里的平静，他将那一身恐怖的气血威压收敛到了极致，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农家壮汉。叶师兄，别擦了，再擦那剑都要被你擦秃噜皮了。你这都筑基巅峰大圆满多久了？剑锋那边都急疯了吧？你怎么还不闭关冲击金丹啊？不急，剑意还不够纯。现在的我，即便结丹，也斩不出我想要的那一剑。上一次我没能力护住苏师弟，
这次我想把根基地打得更牢一些。我想小天了，他走了快3年了，我怕他在外面被人欺负。他欺负别人还差不多。当初在秘境，虽然没见过他出手，但他给你的那些丹药和法器可都不简单。他比我们都聪明。凌天师弟滑头的很。他并没有像个废人一样躺在床上，反而把这片灵田打理得井井有条，甚至比以前当真传弟子时还要用心。清风，快来坐，这块肉刚烤好，嫩着呢。丹峰亲传大师姐吴青青，这2年多她一直住在这里，虽说是照顾，倒更像是把这里当成了家。你们也别太担心凌天师弟了，他既然敢出去，就有自保的手段，而且他可是咱们灵山师弟的亲弟弟，骨头硬着呢。那是，我弟打小就聪明，他小的时候还让我吃鸡蛋补脑子呢。以前我不明白，但师傅老说我笨，我才知道，原来我弟真的打小就知道我笨，比我师傅厉害多了。虽然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些仇恨，但在此刻，在这个小小的山谷里，他们只是一群互相扶持的生死之交。俺回去了，今天的功课还没做完。去吧，别太拼了，注意身体。灵山这家伙越来越强了，看来我也不能落下。走了。都在变强啊，我也不能闲着。虽然修不了仙，但这片药源我得替凌天师弟守好了。什么？没有10年费的紫星草了？你们内务堂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基础的灵药都能断货？少爷，您息怒息怒。最近家族备战圣地选拔，低阶回气丹的需求量暴增，确实紧缺。我不管，今天我就要炼这炉丹。要是耽误了我的修行，你担待得起吗？有了，乙字号药园那边有，上个月刚报上来的，说是有一批紫星草长势不错，正好10年品。乙字号，那不是在城外山沟沟里吗？这草最近长得有点快啊，是不是我技术又长进了呀？也没教空间灵泉啊，得控水，不然根系不稳。就是这儿，都给我挖了！哎，干什么呢？几位道友有话好说，这是上官家的药源，不能乱来啊！滚开！没长眼睛的东西，这是咱们上官家119少爷来几束药，怎么了？原来是少爷，少爷要药，小的自然不敢不给，但是你也想拦我？不敢，只是小的多嘴一句。这批紫星草今早刚施过灵犀肥，正是药性最不稳定的时候。您若是现在挖回去炼丹，恐怕不太妥当。灵犀肥，对，这是一种催生灵药的猛肥，施肥后的3天内，灵药体内火气极重，若是用来炼丹，极易炸炉。少爷若是急用，不如等个3天，或者少爷您看看别的田有没有没施肥的。放屁！本少爷炼丹还要你一个种地的教，什么火气重？那是药力足，给我挖，全挖了。既然良夜难劝该死的鬼，那就随他去吧。哼，一个乡下泥腿子懂什么炼丹？药性烈才好，炼出的丹正好助我冲破瓶颈。怎么回事？灵力波动怎么这么大？真的炸了！那小子说的居然是对的。23姐，怎么搞成这样？那个炼丹出了点小意外，炸炉了。修行切度急躁，你怎么不长记性？不是我急躁，是那个紫星彩药园那个灵芝乎说了药性不稳会炸炉，我没信，没想到真让他说中了。那小子看着挺老实的，没想到对药理还挺懂。哦，一个灵芝夫还能预判炸炉，有点意思。119弟，若那人真有什么天赋，放在外院当个灵芝夫确实屈才。你去查查，若是个人才，就别让他埋没了，调到我这边的丹房去给家族出力。23姐都发话了，看来不去也不行了。查清楚了，那晚送来的人数就是8个，根本没有第9个。你小子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凌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欧阳家派来的奸细？冤枉，2位前辈明鉴，小的就是个散修，那天晚上那个喝多了。喝多了？是啊，小的喝了2坛劣质灵酒，晕乎乎的，正好看到一群道友往这边走，就迷迷糊糊的跟在后面。第2天醒来一看，竟然是上官家在招人。小的当时就想，这可是上官家呀！整个青州谁不知道上官家的工作待遇好，灵石多，还能有个靠山。小的就是一时鬼迷心窍，想混个饭碗，真的不是什么奸细啊！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混账东西，把上官家当什么了？菜市场吗？想来就来！来人，把这小子给我插出去，打断一条腿，扔出天星城，让他长长记性。
别打腿啊！前辈饶命！大白天关着门干什么？人呢？那个拦本少爷拿药的人在哪儿？哎呦，少爷，您这是怎么了？滚开！好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小子在这里啊！这二世祖怎么来了？看这架势是来算账的。少爷，冤枉啊！那药是您自己非要挖的，小的都提醒过您了，那药性不稳。闭嘴！我问你，你昨天怎么知道会炸炉的？你是不是懂炼丹？炼丹，小的只是略懂一丝丝皮毛。略懂？那你怎么说的那么准？昨天我刚把那紫青草扔进去，还没一刻钟，轰的一声就炸了，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小的虽然不懂炼丹，但这些灵药的东西还是知道一点点的。毕竟小的是个专业的灵芝夫嘛，所以就随口冒昧的跟少爷您提醒了一句。这话虽然糙，但理不糙啊，有点道理。看来你这小子虽然没文化，但对药性的直觉倒是挺准。哪里，全是蒙的。跟我走，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本少爷去我的丹房，专门给我挑药、看药。少爷，不行啊，小的只会种地，受不了丹房那热气啊！而且小的还是个黑户，正要被赶出去呢。黑户？什么黑户？这位灵小道友，那可是咱们上官家通过正规渠道招进来的优秀人才。刚才那是误会。对，灵风道友踏实肯干，技术过硬，少爷您能看上他，那是他的福分。我们刚才是在暗例问药源的事儿呢。听到了吗？手续没问题，现在你是本少爷的人了，走吧。不要啊！我想种地，我真的只想种地啊！少爷，那个小的有个不情之请，小的养了条土狗，平时看家用习惯了，这要是把它扔在外面，小的怕它饿死。狗？一条土狗而已，带进来就是了。我那丹房正好缺个看门的，还能帮我试试那炸飞的药渣能不能毒死人。土包子，别东张西望的，丢本少爷的人。待会儿见了23姐，把你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收一收。23姐是谁啊？问那么多，总之就是走个流程，交个差事，不一定见你呢。完事后再跟我回我的院子。是，少爷教训的是。这上官家就是豪横，金丹期大能啊，放在外面那是能开宗立派的存在，在这儿竟然只能看大门，这得多高的灵石才能请得动？下品法宝，剑穗还是用百年冰森丝编的，这哪里是看门，这分明是在炫富。119少爷，请留步，小姐正在处理族务，不便见客。那个麻烦通报一声，就说23姐交代的事我已办好，现在特意回来向23姐禀报。请稍后。这23姐架子还挺大，不过也好，我也懒得进去，就在这儿站着挺好。小姐有请。走。23姐，我回来了，这就是那个灵芝夫，叫凌风，人虽然看着土了点，但对药理确实有一套。上次炸炉的事儿就是他看出来的。原来是你啊！完了，BBQ 了！这世界怎么这么小？天星城上亿人，上官家那么大，怎么偏偏就撞到了这位主的手里？那个姐，我看这位灵芝夫好像有点不太舒服，要不我先带他去看看。119弟，你先出去，把门带上。啊，是，我这就滚，不打扰姐办事儿。那个大小姐，小子其实……小家伙，世界真小啊！怎么不认识我了？当初在寒潭边，你喊跑的时候，嗓门可是大得很呢。那个大小姐，您认错人了吧？小的叫凌风，一直都在蚁字号药园种地，从来没去过什么寒潭。哦，那你腰上那个袋子看着挺眼熟啊，里面是不是还装着我的一条救命恩狗？行吧，既然被你认出来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那也是为了救你，虽然手段粗暴了点，但好歹把你从那个变态表哥手里捞出来了，对吧？粗暴了点，把我像麻袋一样扔进狗袋子里，还给我下了2道禁制，这也叫一点？那不是为了安全吗？当时那种情况，我要是抱着你跑，咱俩都得死。而且我也没把你怎么样啊，除了把你扔给老道士。对了，那老道士呢？他没把你怎么样吧？我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他把你送回来的。哼，小伙子，那笔赎金你还没拿呢，打算要多少？把我这个上官家库房打包给你，要不？大小姐，您别玩我了，我现在这小命都在您手里攥着，还要什么赎金？您能放我一马，别追究那个狗袋子的事儿，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知不知道这2年多我一直在找你，不是为了杀你，而是为了还债。上官家的人从不欠人情，更何况是救命之恩。这枚令牌是上官家的客卿令，有了它，在天星城没几个人敢动你。这够不够抵你的赎金？够，太够了！想得美！既然拿了令牌，就是上官家的人。不过你别误会，本小姐也不是需要你炼丹，上官家养着几10位高阶丹师，还轮不到你。那就好，那就好。但是既然你有本事看穿炸炉，说明你对药灵的感知远超常人。
正好我要备战圣地选拔，需要准备大量的灵药资源。我缺一个嘴严手脚麻利，最重要的是不会害我的人来帮我打理我的私人小药库。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专属灵芝管事。大小姐，您这话说的，我怎么听着瘆得慌？您家大业大，心腹无数，怎么就轮到我这个外人来看司库了？正是因为你是外人，我才敢用你。那些所谓的心腹背后都有各自的派系，谁知道哪天就会在我背后捅一刀，就像当年的欧阳锋一样。但你不同，你虽然贪财怕死，但在那种绝境下，你没有吓我和道长自己跑，而且你走得了吗？本小姐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欧阳锋的魂灯未灭。魂灯没灭，那就是说他没死。没错，以欧阳家的底蕴，只要元婴尚在，夺舍重生并不是难事。他若恢复修为，本小姐相信他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你。所以你现在只有2条路：第一，如果欧阳锋找上门，或者欧阳家查到了什么蛛丝马迹，你只能自求多福。我上官家虽然与其并列，但也管不了欧阳家的事。留在我身边，给你个高级的闲职，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敢与我家撕破脸动你分毫。而且再过半年就是圣地选拔的日子，到时候我带着你去中州。去中州？大小姐是打算拿我来钓鱼吗？你很聪明，但你也不可以否认，只有留在本小姐身边，欧阳锋对你的威胁才是最小的。而且中州那可是全天下修士都向往的地方。怎么，你不想去？小姐，玄真子客涌到了，让他进来。小姐，听说您找贫道是不是有好酒？这是小道友，你什么时候到的这儿？你不是失踪了吗？这几年贫道与小姐可没少找你啊。我在乙字号药园种了快1个月的地了，难怪找不着你。你小子原来是躲着老道和小姐啊！老神仙，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怎么这样说话？啥叫躲着你们？小道友，种地有什么出息？跟着大小姐那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再说了，看管司库那可是肥得流油的差事啊！你想想，小姐用的药能是凡品吗？平日里稍微从指头缝里露出来一点，那就是这个数。行吧，既然老神仙都这么说了，那我就试试。这家伙果然还是那个贪财又怕死的德行，那就这么定了。拿着，道长，你带他去安置一下。是，小姐放心，包在贫道身上。走，小道友，贫道那儿刚好没有酒了，咱们边喝边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来，走一个，庆祝咱们爷儿俩还能活着见面。干！林先生，这是小姐给您的。这么多零食，2万上品零食，这是小姐给您的花销。那这个呢？那是极品符箓，这些符箓是家族供奉亲手绘制的，每一张都能抵挡金丹后期的全力一击，或者是爆发出堪比金丹后期的攻击力。这玉佩看着挺素净的，是不是让我平时挂着冲忍面用的？这是地阶下品防御法宝祥云佩，它自带3重防御阵法，一旦受到攻击会自动护主，就算是元婴巅峰期的大能出手，也能挡下3招。这可是小姐的贴身之物。还有这个是可以实时与小姐传音的玉符，在天星城内注入灵力，小姐就能实时听到你的呼救，是传音。呼救？什么意思？小姐就是这样交代的，别的如意也不懂。那替我谢谢小姐。小姐说了，以后请林先生注意仪容。这衣服是特制的，避尘避水，还能隔绝金丹神识探查，穿上它别给上官家丢人。知道了。小道爷，这待遇，大小姐对你挺上心啊。客官需要什么？哎呦，我的祖宗，您可算来了！快，里面请。陈师兄，您这么热情，我有点慌啊。有位大人物在这儿等着您呢。大人物？难道是宗主又来了？启禀老祖，灵天师弟到了。在归元宗，能被称为老祖的，只有那几位元婴巅峰的太上长老。让他进来吧。这声音太熟悉了，这是枯荣老祖的声音。起来吧，这里不是宗门内，不必拘礼。坐。对了，老祖，您怎么亲自来了？你一走就是快3年了，天星城水深，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我不放心。老祖，他没想到自己何德何能，竟然能让一位化神亲自跑腿护挡，这份恩情太重了。弟子不孝，让老祖费心了。说说吧，在妖兽山脉那2年半都发生了什么？回老祖，弟子不是去了一趟妖兽山脉深处吗？本想去找点机缘，结果误入了一处古墓。他隐去了老乡、神药和元婴电池的事儿，只说了自己被困、探险，最后侥幸逃脱的经历。对了，老祖，宗门那边关于9转天脉丹的丹方可有消息？那可是传说中的9品丹方，
这东西怕是只有3大圣地的核心藏修阁里才可能有，这也是此次我出来的原因之一。果然，还是得靠自己。那您听说过五行平衡之地吗？天地五行相生相克，极难平衡。想要找到真正的五行平衡之地，除非是那种天道法则显化或者上古大能人为布置的绝地。或许中州会有。中州，又是中州吗？丹方在中州，结丹地也在中州，这是逼着我上梁上中州啊！你想去中州？中州虽然凶险，但也是大机缘之地。你若真想去找丹方，去看看也无妨。只是老夫此行目的，一为寻找你大师爷和四师娘，同时也会去打探丹方消息。但你要记住一件事：中州不是天堂，是修罗场，在那边没有化神，就是蝼蚁。哪怕你是元婴，不签卖身契，连稍微好点的城门都进不去。卖身契？没错。当年我大师兄为了求取化神机缘，去了中州紫阳宗，结果说是签了1000年的契约，现在还在给人家看守药园子呢。什么？元婴甚至是化神大能，看守药园？老祖，您不是刚化神吗？不在宗门享清福，去那地方受罪干嘛？享福？化神又如何？你二师爷我也想去看看更高处的风景，也想去找找大师兄和四妹。不仅是我，你师尊道玄，还有你师爷也会同去。我们这次还要为了给归元做一个在中州扎根的未来。那咱们一起？不行。据传上官青云州只是支脉，主脉扎根中州，你跟着他会比跟着我们强。老祖，弟子明白了。老祖放心，弟子若到了中州，一定不给归元宗丢脸。丢脸不丢脸的无所谓，路是你自己选的，怎么走看你自己。只要记住，活着，不管在哪儿，归元宗永远是你的家。这枚玉简你拿着，到时到中州后保持联络即可。有什么困难不要顾忌，和老夫直说。但若是我们出了什么意外，你拿着它，如果找到大师爷和四师娘，也算有个熟人可以照应一二。中州，看来真是非去不可了。不过，既然那个地方那么黑，那我也得黑一点才行。卖身契不存在的，老子有钱，老子要当大爷。这一路走来，无论是古墓的生死，还是如今的潜伏，都咬牙挺过来了。但想到即将远赴中州，前路未卜，心里那份对亲人和兄弟的牵挂，就像野草一样疯长。这1个月不修炼了，只炼丹。大哥是体修，最好气血，得给他弄点猛的。血玉稻米浆打底，买些3、4阶妖兽精血提纯，再加点几百年的狼骨草。算了，反正他皮糙肉厚。苏兄神魂出狱，经脉像瓷器一样脆，得用温养的路子。3阶2麦花温玉草。至于爹娘、大姐和姐夫，他们是凡人，受不得虎狼之药，得把灵药精华稀释100倍，再配上人参、灵芝这些凡俗补品，炼成养生丸，保他们百病不生。起。九转还魂草我有，虽然送了1菇回去，但空间里分株多的是，年份也够。但这剩下的，光看名字就知道不好惹。这老乡当年到底凑齐过吗？婉儿小姐，倒是我们去了中州，我不太放心家里的父母亲人，有没有什么延寿的法子？如果只是想让凡人无病无灾，活到100余岁，如意，你持我令牌去族里库房取50颗300年灵芝粉炼制的药丸，还有10瓶雪哈油。这些虽然不是灵丹，但对凡人来说已经是顶级的补品了。这些温补之物正好，你也可以把你父母家人都接来天星城。我在城西有一处别院，环境清幽，我可以让人照顾他们。多谢大小姐好意。我爹娘在乡下住惯了，离不开那几亩地，而且我仇家在这里呢。若是把他们接来，反而成了我的软肋。还是让他们在乡下当个普通的富家翁吧，没人知道他们是谁，反而更安全。你是个明白人。哎呦，灵师弟，快跟我来，老祖他们都在。他们？难道还有别人？师尊，太上长老还知道来？为师还以为你在外面有不私塾，被哪家妖女给勾走了魂呢。哈哈哈，竟然已经筑基了，武灵根练成这样，很不错，没给咱们归元宗丢人。弟子凌天拜见2位太上长老。看着眼前这宗门里最顶尖的大佬，为了同个目标而齐聚于此，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和感动。起来吧，都准备好了。回老祖，准备的差不多了。陈师兄，这2个戒指，劳烦您务必亲手送宗门。这个是给霸体风灵山的，里面有一些我特意给他准备的物品，告诉他，让他抽空回家看看爹娘。这个是给丹峰苏清风师兄的，里面有一些温养经脉的3阶灵草，还有一些我搜集的丹道心得，让他别急，好好养着。告诉他，我一定会尽快回来的，一定要等我。师弟放心，
师兄一定亲自把东西送到。好孩子，有情有义，不枉宗门如此爱惜你。3大圣地的跨州非洲过几日就要启程，这一去他没有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明白，这一去便是生死两茫茫。师尊，到了中州别逞强，要是混不下去了，就想办法找师爷。虽然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但好歹也是落脚的地儿。臭小子，连你师爷都敢编排，那是忍辱负重，懂不懂？懂，那是卧薪尝胆。拿着，虽然你修的是五行诀，但这上面的几门保命秘术，关键时刻能救命。记住了，到了中州低调做人，如果遇到敌人，打得过就打，打不就跑。是。师尊放心，弟子肯定活得比谁都久。等我在中州站稳了脚跟，混出个样子，就把你们都接过享福。哈哈，好，有志气，那老夫就等着那天了。到时候老夫要喝最好的灵酒，住最大的洞府。一定。他知道几天过后，大家就要各奔东西。老祖他们要走那条充满荆棘的路，去面对残酷的考核和契约，而他也要踏上条未知的、充满变数的路。他的目的很明确，但又不明确。9品丹方，9品丹师，谈何容易？瞧一瞧，看一看，中冲咒通用的地骨丹，莫走路路过不要做。祖传遁地符，绝灵海逃命神器，量大管饱。这怎么还摆上地摊呢？都想骗谁啊？还有那遁地符，海，这俩玩意儿相关吗？在海里遁地，38000，还是上品灵石，还是最便宜的站票。老神仙，咱们青云州虽然有灵石，但也不至于被这么割韭菜吧？小道友，这回你真说对了。老道我有幸见过一次，那是100年前事了。全青州所有有钱有势的人都会凑秦境过100年的资产，只为求这一张进入中州的门票。整个玄都大陆一共73州，中州占地最广，灵气最浓，资源最丰富。不去中都，这辈子元婴便是顶天。化神一个州一个手数得克来，唯有进入中州，方有一线长生大道机会。看什么呢？那是牵引阵法。这一艘非洲要承载10多万人，要是靠走楼梯，明年咱们也上不去。10多万？土包子，那是空间折叠，那须弥于字子懂吗？就是利用特殊空间材料做的空间折叠阵法。跟紧了，这里的空间阵位每隔半个时辰就会跳动一次，走丢了，圣地的护卫可不会去捞你。就这，344000块上品灵石就换来这么个破地儿，这圣地是穷疯了吗？连个聚灵阵都舍不得装。小道友，你就知足吧。你是不知道下面的众生位，那里可是30号人挤在一个大通铺里，脚臭味能把人熏过去。咱们这儿简直就是仙境。那也不能这么坑啊！30多万啊，在天星城买条街都差不多了，就为了做个破船？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就算去中州，也不至于这么贵吧？这船是用灵石烧的吗？确实是用灵石烧的。啊，下吧。在这种极致折叠的空间内，即便是我元婴巅峰的修为，也感到一种来自空间深处的隐隐排斥。这是阵法投影。非洲在绝灵海上袭景象，都由非洲顶端的巡天境各个舱室。刚才说这是在烧灵石，你说对了。而且这一烧就是3个月。多少？3个月？飞3个月都能绕青云州飞一圈了吧？无知，青云州与中州之间隔着一片无边的绝灵海，而且那可不是普通的海，可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湖也可以。但这个湖诡异至极，一旦进入绝灵海范围，修士像是离开了水的鱼，体内的灵力只会消耗，不会恢复。想要维持法力，甚至只是活着，就只能靠自带的灵石与丹药。而这艘跨州飞轮要在那种环境下持续飞行整整3个月，以及防御还有这空间等阵法的消耗。但这还不是最耗费的地方。那最耗的是什么？抵御海兽的袭击，以及绝灵海中特有的虚空风暴。你觉得这样的消耗30多万灵石够吗？那点灵石，连零头都算不上。原来如此。绝灵之地3个月，那岂不是说在这3个月里，谁的灵气多，谁就能活到最后？一些飞行海兽专门喜欢撞击非洲，通过撞击阵法阵眼，使空间阵法不稳，要是掉了出去。所以啊，这非洲上可是有炼狱境的大能坐镇护航的，不然你以为凭咱们这几块料能活着到中州？炼虚境，化神之上才是炼虚，那是真正的陆地神仙级别的人物啊！在这非洲上竟然只是个保安队长。还没完呢。我们现在只是刚出发，大约1个半月后，我们会到达一个叫望海崖的地方，那里将会周边一共72个州的非洲汇协点。72个州？等我们到达望海崖，15艘跨州巨舰汇合，组成真正的联合阵，才敢穿越那片最核心、最疯狂的禁忌之地——深渊回廊。15艘非洲，
如果每艘都10几万人的话，那就是200多万修士。20万，整整20万的上品灵石啊！赵玄是不是心疼了？没事，钱没了可以再赚，代表的是归元宗的脸面。难为你们了，但这条路不走不行。且不说寻德大师兄他们，宗门里的人也总要有些期盼。哟，这不是李宗主吗？真是没想到啊，归元宗如今也舍得做豪华舱了。10几万灵石的3张票，李宗主不会是把护山大忏都给抵押了吧？这要是家里进了贼，可怎么办？托司徒宗主的福，归元宗确实不富裕，但至少本宗还没沦落到要卖祖产的地步。倒是贵宗，听说2年前被太一宗罚的赌清，真有此事吗？这里是圣地非洲，不能动手。哼，那位是你们归元宗的李太上吧？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往中州跑，真以为为化神机缘是地摊货，谁来的都能捡？哼，宗主，司徒宗主，天机不可泄。你这点道行也敢妄测天机？念你罗盘已毁，老朽送你一句话：老朽观司徒宗主印堂杀气太重，这一路多多小心。化神，青云东州绝不可能出化神，一定是异宝，一定是护体异宝。难道？各位道友请注意，渡厄号已完成起航程序，将在5个时辰后脱离青云州，请各位道友提前海防护。此次航行并非普通纵跨州航行，绝灵海将同时考验诸位的道心稳定度与灵石丹药的储备能力。他体内的5行循环本就对5行灵气变化极为敏感，现在这种敏感成了惩罚。造孽啊！别人坐豪华舱是享受，我这是花钱买罪受。